我是叶恩宁，一只脚，一只脚，你要猜猜看吗？今年25岁。当时拍摄《小超人》，我只有4岁。我从小非常喜欢画画，每天也是特别喜欢画非常大幅的画，在哪里我都能作画。我叫王海柔，今年26岁。当年我拍《小超人》的时候只有10岁。我从3岁就开始学古筝啦，至今已经有23年了。我到今天还是很爱古筝。我是小超人。这个当时是那个，Edible， 哇天哪！我是小超人，我们回来啦。在实践剧场做教育推广组的工作。通常我们都会帮忙管理学生的报道。我们没有帮忙教课，但是我们会进去帮忙协助老师们。点名了吗？还没有哦，夏俊，我在跟你玩捉迷藏啊，又出现了。我不一定有那一种很 motherly 的 instinct， 或者跟孩子一定有很那种亲密的 chemistry 啦。但是慢慢我也是有很多机会跟孩子们互动，他们理解世界的这个框架其实非常有趣，就觉得很 refreshing， 有一点这个打开心房的感觉。三个脚什么呢？三角形。其实我最享受的是看到孩子们成长。戏剧也是一个很 group based 的一个表演艺术啦。那么他们在上课的游戏学会怎样合作。我们反过来，因为红色的这个就让我想到，其实一个艺术教育对一个孩子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耶，很好。其实我小时候是有也能所谓的一个艺术教育。小时候爸爸妈妈给我好多机会就绘画。你的样子很特别哎，你很漂亮哎。哦，我觉得像蝴蝶哦。我其实3岁4岁开始画画，当时是觉得，在画画的时候真的进入自己的一个世界。就是快乐到，可能我在做功课的时候是有一点痛苦，但是在画画的时候就真的是完全投入。恩宁的想象力很丰富，她可以天马行空地绘画自己的世界，爱怎么画就怎么画。把天空画着纸的时候，就觉得，当时的我真的很有想象力。五彩缤纷的条纹就是恩宁眼中的斑马。当时豁出去还4岁，所以我不是太懂那个影响，但是当时候就觉得，这个很有趣。25岁的我看到4岁的我，是觉得那个时刻真的是非常宝贵的，也可以看到说自己非常享受画画。那去到小学、中学的时候，也是一直继续在绘画。进入这个新加坡艺术学院，那在那里就从事了视觉艺术。虽然小时候是觉得，可能长大后我会做个画家。当我17、18岁的时候，也是要考虑说，毕业了之后要做些什么呀？就觉得，可能自己不适合做画家。生活中，古筝现在对我来说，我还是很享受弹一些传统的曲子去练习它，因为我觉得它里面的一些文化啊，还有一些意境啊什么，就很值得你反反复复的去练习。古筝其实像我一个很好的老朋友，因为它陪伴了我很久。在新加坡出世的海柔，从小就在中国上海外婆家居住。
当许多小孩还在玩泥沙的时候，3岁半的海柔已经开始认真的学古筝了。从一开始会选古筝的理由就很有趣吧。3岁多的时候，很有可能就会觉得说，这个琴比别的琴大，2胡只有几根弦，这个琴它有21根弦，可能就觉得很厉害。我每天至少2个小时的时间练琴。我以前一直跟我妈妈说，我说我没有童年。我的朋友、同学他们就这个时间在玩嘛，就很开心。那我那个时候小一点的时候，回忆起来这个感觉好痛苦。练琴没有任何好玩的地方吧？我可以很老实的告诉你，肯定是拿成绩的。然而还有一个点就是，我非常非常享受在台上表演。上台表演对他有如家常便饭，而观众总是对海柔小小年纪就有如此纯熟的演奏技巧惊叹不已。海柔天性也喜欢现场演奏，呈现自己独特的台风。我有点，sorry。我好像从来没有看过自己小时候弹琴的片段，我可能是有点感慨，然后又很骄傲。那时候这么小的手，然后弹出我觉得技巧这么高的一个曲子，我以前真的付出了很多。我一直以为我小时候练琴是不开心的，但是我刚才看，我发现其实好像我是喜欢的。我在台上表演的话，就觉得好像可以发挥一下自己的能力的话，就会觉得很开心。小朋友还是需要一定的成就感和成绩，可以去有一种自驱力啊。我应该第一次参加比赛是5岁的时候，在上海。从8岁开始参加新加坡全国华乐比赛，拿到了冠军。小学那个时候，整个练琴都是走真的很半专业路线嘛。14岁的时候，代表新加坡去香港参加国际的比赛。很喜欢表演，很喜欢比赛，很喜欢弹琴，但是很纠结，怕自己哪一天会不会不喜欢它。哎，来吃水果，吃水果。会饿吗 ？Yes， 很饿。好，先生工作就现在比较可以休息一下了，是吗？没有，昨天刚刚开演。小时候的我是非常喜欢画画，爸爸妈妈也看到我非常享受，那当时就真的给我很多空间。每次回来都会看到小时候画的这几幅画。小时候4岁的时候画妈妈的这个脸。其实还蛮像的，可是记不了。以前妈妈有短头发，但是眼睛没有改变，还是一样的大，这样大。其实恩宁在幼儿园的时候就非常喜欢画画，通过画画来表达她的情感。妈妈看起来很累，真累哦。因为我们很顽皮。然后这个画，你还记得吗？我不记得内容。主要就是大象里面它这个住了很多动物。他观察的能力其实是很强的，那么他问的问题也是不是普通小孩子问的问题。其实我们第一次发现他有天赋的时候是3岁半的时候，一个机缘巧合把他的画也送去参加比赛，他得奖。我爸爸给我这个绘画取的名字很可爱，就是那个 Candice make my 公公 sleep。因为我的公公是有糖尿病过世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躺在棺材里面的那个场面。This is all from East Congo. This is the carpet after the people sit on it. Oh, the carpet, the people sit on it. And how about all this?
patterns. The patterns from the This one is white. for the decoration. 他所要表达的就是有这么特别的，就是有艺术家的那种眼光，所以从那边开始，我们就去栽培他。之后，他一直就参加比赛，都一直得奖。小时候的我是真的是很热爱画画，那也希望能变成一生就是一直在继续画画。恩宁很小，我们就带他去看国外的那种景色，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带他去看不同的博物馆。然后他画了很多这些幅画，家里几乎都容纳不下了。那么我们要就是让他的画可以到其他的地方去分享，很多时候就是个人展。爸爸妈妈的付出我都看在眼里，长大后要做画家的话，说其实准备都已经做好了。但是当我17、18岁的时候，就觉得哎，可能自己不适合做画家。开始我们觉得有一点啊，为什么这个孩子突然间要转跑道哈？其实对我们来讲是很挣扎的，因为这个路已经铺得这么好。当时的挣扎是因为觉得现在的很多视觉艺术的作品呢，艺术家都总会有一个要自己想要说的一个故事，但是我反而没有，同时也是有给自己很多压力。小时候有参加那么多比赛，那么多独自的一些展览，那现在的我是不是好像有一点失败了？当时就觉得可能去大学的时候，我想读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科目。哇，很久了，还记得这些画吗？这个当时是那个画 dinosaur 系列的，这去巴厘岛的时候，这个是在那边画的。呀。可是后来我在想，他要走的路是他自己的路来的，所以我会给他很大的一种支持跟祝福。后来你用这个来做3D的那个，即使他现在开始做工，他结了婚，那么以后他要继续深造，父母在任何时候呢都是支持他的。所以这些你还要收了吗？我又舍不得，舍不得丢掉，收着吧，收着吧。感谢爸爸妈妈的支持，对我的这么深的一个爱。虽然现在我不继续在绘画呢，其实爸爸妈妈已经在我心中培养了一个很喜欢艺术的一个热忱。我的兴趣爱好是古筝，但是我大学是读的经济金融，然后毕业了之后，我的工作是基金管理。看到投资的一些公司 grow、expand 是很有成就感的。很喜欢就看到就是说自己选择的一个东西经过努力，最后这个东西进步了。古筝让我知道，就是没有努力、没有付出是没有回报的。我从小是知道我必须练琴。Hello， 我妈妈是我古筝道路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王妈妈在海柔学古筝的过程中，总是从旁协助督促。我妈她其实是一个很大大咧咧的人，但是唯一在我学习和我古筝上面，她是非常非常细心的人。因为我弹的所有曲子，她都会上课边上跟着做笔记，回来跟我就是在旁边打着拍子，然后跟我唱。我妈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老师，有拿着藤条打的。上完课写完作业得练琴。有时候他们骂我的话，想你说我上不上去，我非要上去给你看，让你没话说。我想对小时候的自己说，就是你已经很棒了，然后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你每天都在很努力的练琴。我最近在练那个10岁那时候弹那个香山社鼓，然后今天刚好有时间，想给你弹一下。
妈对我要求也很高吧。小时候她不会夸我，怕我骄傲。现在弹整个感觉也不一样。童子功从小练起的，你懂吗？我妈妈就是没有她在旁边督促，也不会有我今天的成就。然后今天母亲节，我给你弹一个世上只有妈妈好。OK。没了，我给你弹一段。谢谢你。古筝就是我生活一部分，不可能没有它。其实从我高中毕业一直到现在，我一直都有在当业余的古筝老师。Hello， 练了几次琴啊？我跟海柔学古筝大概7年了。海柔当古筝老师是有一点严格。来，哆来哆来，中指那个音不要飘掉，太这样了，稍微收一点。他让我最佩服的地方就是在上课时，他也不用看着，也能听出来我弹错的地方了。节拍，节奏慢了，当当。在教学生琴的时候，我本身最享受的地方，我觉得一个是看他进步，第二个是感觉好像看到我以前就是小朋友在练琴的那种感觉，就很好。去后面，你们可不可以帮我做2排？我在实践剧场的教育推广组都要2年了。我的工作包括安排学生来观看演出，让学生有更多跟戏剧能接触的这个机会。演出之前，我们也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其实一个我非常期待的部分呢，是观看彩排。真的巨大波爆炸，地球。但是我看我们的艺术家创造的这个剧本的这个演出呢，我就觉得非常的兴奋。当时我停止画画了之后，可能就觉得我跟艺术这个关系，我不太理解，有一点迷茫。但是我的总经理就给我一点希望。我跟他说，其实，在幕后所有只要跟这个制作有关系的人，都是艺术工作者。其实他的贡献不只单单是一份工作，而是在幕后推广教育、艺术跟孩子的关系。真的，我没有想过，我现在还是案米格，其实我还是在协助这个创造的过程。OK， 前面第1排的学生哦，待会儿需要你们帮忙把脚攀起来。就是要让孩子有更多机会来接触艺术教育，就觉得有一种满足感。虽然就是说古筝已经不是我的生活重心，但是我还是一直很关注着古筝。最近我就发现，就是说古筝也有电子古筝。海柔，这是我们电子古筝啊，你看每一个音轨它是单独调的，内录在这儿，对。其实我想找这个电子古筝，第一个最重要的点是小时候的梦想。人家小时候男孩子可能梦想要有奥特曼，我梦想就是要有一个电子古筝。回到 APP 上呢，它这个里面就有很多的曲子。第二个点是因为就是我以后录自己弹琴的音频更加容易，更加的好玩。因为现在副业古筝只是在教学生嘛，所以也就是有一种想法，现在社交媒体也很发达。然后有电子琴是不是会让我更加容易的去录下一些曲子去发到平台上？我觉得就是说，哎，这是个很好的 idea， 就又可以让我 keep in touch with 古筝。
我因为古筝经历了很多酸甜苦辣，那我希望接下来它可以一直停留在我生活当中的一个有意义的事情吧。记得4岁画的，小时候还需要爬梯子才可以画得到上面，难道现在都已经长得差不多一样高了？我会跟小时候的我说，继续加油，继续热爱艺术，无论是视觉艺术或其他艺术的不同形式，就去享受。你再举高一点点。孩子能接触戏剧的这个机会真的好宝贵。你是什么？我想跟你做朋友。是什么动物？蝴蝶。我最喜欢蝴蝶了。我是希望可以一直继续的积极的在艺术氛围中继续工作。你比我高吗？有吗？